落魄谷中寒风吹，春秋蝉鸣少年归。荡魂山处食人泪，定仙游走魔向北。逆流河上万仙退，爱情不敌坚持泪。宿命兼程命中败，仙尊毁，而我不悔。方圆，乖乖的交出春秋蝉，我给你个痛快。方老魔，你不要妄图反抗了。今日我们正道各大派联合起来，就是要踏平你的魔窟。这里早已经布下天罗地网，这次你已插翅难飞。方施主，你为了练成春秋蝉，牺牲了无数生灵，还请方施主放下屠刀，皈依我佛。魔头，300年前你侮辱了我，夺走了我的清白之身，你把春秋蝉给我，我可不参与此事。方圆浑身浴血，环顾四周，只见群敌环伺，早已经没有了生路，大局已定，今日必死无疑。不过即便死亡降临，他仍旧是面不改色，神情平淡。青山落日，秋月春风，当真是朝如青丝暮成雪，是非成败转头空。他本是地球上的华夏学子，机缘巧合穿越到这方世界，辗转颠簸300年，纵横世间200余载，500多年光阴悠悠，却是晃眼即逝，终究还是失败了。方圆此刻有些感慨，但却并不后悔。这种结果，他早已有了心理准备。所谓魔道，就是不修善果，只求成道。天地不容，举世皆敌。若刚练成的春秋蝉有效，来生还要做邪魔。大家小心，魔头死到临头要反扑了。夜已经深了，但青毛山却不黑暗，一座座高脚吊楼闪着微光，而这正是坐落在青毛山的古月山寨。列祖力争保佑，希望此次开窍大定阵能督引进去资质优秀的少年，为加州增添新血和希望。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，一眨眼1年就都过去了。希望有甲等资质的少年出现。我们古月一族已经有3年没有这样的天才出现了。不错，白家寨、熊家寨这些年都有天才涌现，尤其是白家的白宁兵，天资真是恐怖。不过今年参加开窍大典的少年里，也不是没有希望。听闻方志一脉出现了一个天才少年，3月能言，4月能走，5岁时就能作诗宋词，聪慧异常。不错，他近些年创作的《将进酒凉州词》我也听说过，真是天才。他们担任的应该是方家之子方云吧？若是自自测取甲等资质，好生北燕，也未必不能和北宁兵抗衡。诸位，时候不早了，为了明日的开窍大典，今晚好生休息。古月山寨，这是500年前，看来春秋蝉真的起作用了。春秋蝉的作用就是逆转时光，在10大奇古排名中能名列第7，自然非同小可。简而言之，就是重生。500年的经历，真像是个梦啊！但他却清楚地知道，这绝不是梦。传说中这个世界存在着一条光阴之河，支撑着这个世界的流转，而利用春秋蝉的力量，就能逆流而上，回到从前。然而对于这个传言，几乎没有人当真，因为每一次使用春秋蝉，都必须付出生命，将整个身躯和所有的修为全部献祭，作为驱动的力量。就算是有人得到了春秋蝉，也不敢乱来，万一传闻有假，只是个骗局呢？若不是方圆走投无路，也不会这么快就使用它。不过现在方圆是彻彻底底的相信，只是可惜了这个好骨，当初可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炼制出来的。人是万物之灵，骨是天地之精华，骨千奇百怪，数不胜数。有的骨用一次就会彻底消散，而有的骨可以重复使用。不过就算是没了，也可以再炼制一只，而且自己还有500年的记忆和经验，记得许多现在还未开启的宝藏，记得一个个大事件。不过现在最关键的还是要先开启元海，踏上古尸的修行之路，才有力量自保。哥哥，你怎么站在窗边淋雨啊？是你啊，我的孪生弟弟。明天就是开窍大典，哥哥你这么晚还不休息，舅父舅母知道了，恐怕会担心的。哼，担心
他记得很清楚，父母死后，舅父舅母以抚养的名义霸占了双亲的财产。本来作为穿越众，还计划着韬光养晦，但是生活的艰辛让方圆不得不展露一些才华。就这样，舅父舅母再也不好苛刻自己和弟弟。随着年龄越大，前途越被看好，待遇也跟着增加。不过这并非是爱，而是一种投资，而自己的亲弟弟却没看清这个真相，不仅被舅父舅母蒙蔽，还对自己埋藏着怨恨。别看他现在这样乖巧老实，记忆中被测出甲等资质后，被家族大力培育，隐藏的仇恨嫉妒都释放出来，可没少针对打压过自己这个亲哥哥。一胎双胞，哥哥资质只是丙等，却独享天才之名10几年，弟弟默默无闻，反而有着甲等天资。开窍的结果让族人大跌眼镜，也让兄弟俩的处境待遇彻底颠倒。弟弟如卧龙升天，哥哥似凤雏落地。恨吗？方圆前世恨过，恨自己资质不足，恨家族无情，恨命运不公。但是现在他以500年的人生经历重新审视这段历程，心中却波澜不惊，没有一点恨意。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，本来就是这世间的本质。500年的经历早就让他看透了这一切，心中唯有长生大道。我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好的，哥哥，那明天见。此时的古月漠北测出1等资质，古月赤诚也在他爷爷的作弊下测出了1等，而现在正在进行测试的是古月方圆。他看着空中的光点，想起了一个古老的传说。传说这个世界刚刚形成的时候，一片蛮荒，野兽横行，出现了第一个人类，名字叫人族。他茹毛饮血，生活十分困难，尤其是还有一群野兽，名字叫困境，特别喜欢人族的味道，想要吃掉它。人族没有山石般强硬的身躯，没有野兽的利爪爪牙，怎么和这群叫做困境的野兽争斗呢？它的食物来源很不稳定，整天东躲西藏，处在大自然食物链的低端，几乎就要生活不下去了。这个时候，有3头骨主动找上门来，对人族说：只要你用你的生命来供养我们，我们就帮助你渡过难关。人族走投无路，只好答应了这3头骨。他先用自己的青春少年供养了3只骨中最大的那只骨带给了他力量。靠着力量，人族的生活开始改善了。他开始有稳定的食物来源，有能够自保的力量。他好勇斗狠，击败了许多困境，但很快就吃了苦头。最后他发现，力量不是万能的，他也需要恢复和修养，不能随意挥霍。而且对于整个困境兽群来讲，他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太小了。人族痛定思痛，决定用自己最年富力强的中年来供养3只骨中最美丽的那只。于是第2只骨带给了他智慧。人族有了智慧，学会了思考和反省，并开始积累经验。他发现很多时候运用智慧比运用力量更有效果。靠着智慧和力量，他一度征服了许多先前无法征服的目标，击杀了更多困境，并吃困境的肉，喝困境的血，以此顽强地生存下去。但好景不长，人族老了，越来越老。这是因为他把少年和中年都供奉给了力量骨和智慧骨。人一老，肌肉就萎缩，脑筋也转不快了。人啊，你还能带给我们什么呢？你再没有什么能供奉我们的东西了。
力量谷和智慧谷发现了这点后，就绝情地离开了。人族丢失了力量和智慧，又被困境发现，陷入了兽群的包围。他老了，已经跑不动了，牙齿也脱落光了，连野果野菜都嚼不动。他无力地瘫倒在地上，周围是密密麻麻的困境，他心中全是绝望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第三股对他说：人啊，你供奉我吧，我能让你脱离困境。人族流着泪道：谷啊，我还能有什么呢？你看，力量谷和智慧谷都抛弃我了，而我只剩下了老年。相比较少年和中年，老年虽然不值一提，但如果我把老年都供奉给你，我的生命也就会立刻完结。我现在虽然被困境包围了，但是一时半刻也不会死，我还想多活一些时间，哪怕是1秒钟也好。随你走吧，我已经无法供奉你了。那谷却说：在3只谷中，我的要求最小了。人啊，你只要把心交给我就可以了。那我就把心交给你好了。但是谷啊，你能带给我什么呢？现在这个绝境，哪怕是力量谷和智慧谷重新回到我的身边，也改变不了啊。和力量谷相比，这只谷身躯最孱弱，只是一个小小的光点。和智慧谷相比，这只谷最暗淡，只能发出微弱的白光，一点儿都不华美绚丽。但是当人把心交给了这只谷后，这只谷忽然绽放出无限的光明。在这光明中，困境们惊恐地大叫：这是希望谷！快撤！我们困境最怕希望了！困境兽群顿时仓皇而退，人族目瞪口呆。从那一刻起，他知道了，面对困境，就把心交给希望。而此时希望谷汇成一束光流进入了方圆体内。这希望谷的数量似乎有些少啊。开窍成功了，这就是长生的希望。空窍玄妙异常，众人将它称之为元海空窍，而它的表面有一层光膜，正是希望谷炸裂后凝聚的一层光，也正是这层光膜才支撑着空窍不会坍塌。空窍之中自然就是元海，海面不到空窍的1半高度，这也是丙等资质的局限。每一滴的海水都是真元，古时就是用这真元来催动蛊虫，而从此刻起，方圆就正式迈入逆转蛊师的行列。果然和前世一样啊！不能再走了吗？什么？方圆才走了27步？哥哥怎么可能只是丙等资质？不，巨人只是个丙等，会不会测试有误？怎么可能？这方法准确无比，况且有我们一直盯着，想作弊都难。可是，那他先前的表现和才华，又怎么解释呢？云海资质越高的少年，的确会表现出超越常人的特性，这些特性并不代表资质一定就高。哎，希望越大，失望越大。古月一族是一代不如一代了。方圆依旧面无表情地走着，他可以清晰地看到众人目光中包含的震惊、嘲讽、幸灾乐祸一样的场景，让他想到了前世。原来只是个丙等的垃圾。就是，我还以为他会是甲级资质呢。丙等资质，原来和我一样。那些失望、冷漠的表情和眼神，像是尖刀凌迟着自己的心，就好像是从云端摔到地上。不过此刻重临这样的场景，方圆的心却平静无比。人的一生之精彩，在于自己追逐梦想的过程，不必苛求旁人的不失望或者喜欢。下一位，古月方正。啊，我在。方家兄弟不过如此。哥哥真是难兄难弟啊！去吧，未来的路会很精彩的。明明只是丙等资质，为什么哥哥还这么平静？想不到哥哥竟然这么平静。要是我的话，恐怕……
天哪，甲等资质，甲等竟是甲等。3年了，古月一族终于又出现了甲等资质的天才。方知一脉之前是从我们赤脉分出去的，这个古月方正就由我赤之一脉收养了。你赤练老鬼何德何能？我看这个孩子还是由我古月墨尘来抚养。谁都别争了，这个孩子谁栽培都没有本州长亲自栽培的好，谁有异议就是反对我古月部。花九，你来购买我族的月兰花，我好生招待你。但你为了省身原石，竟然不惜残害我的族人，今日我必讨个公道。古月族长饶命，小的愿意给你，给你，你去使吧。虽然第4代族长马上解决了花九，但最后也因为被他偷袭伤势太重，不久就离世了。要不然，兴许能成为6转古师也说不定。都是那花九行者太阴险狡诈了，可惜我们4代族长宅心仁厚，英年早逝。只恨我没有早生几百年，否则见到那个魔头，定要拼死揭破他的丑恶嘴脸。花九行者吗？这个花九行者到底死在哪里？为什么我将山寨周围都转了个遍，都没找到他的遗产？记忆中大约是2个月后，一位因失恋而醉酒的族内古师喝醉后躺在山寨外，结果肆意的酒香气息意外的引来了一头九虫，而九虫是很珍贵的一种蛊。古师大喜，想要捕捉九虫，慌忙逃窜。古师紧追不舍，顺着九虫的踪迹来到一处隐秘的洞穴，然后就发现了花九行者的尸骸，还有留下来的遗产。而那古师回到山寨后汇报了发现，立刻引起了家族的轰动。古师也因此得意，修为越加突出，抛弃他的女人也回心转意，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。可惜这个消息我也只听说了个大概，并不知道确切的位置。当时也没想到会有重生的这一天啊！若是找到那九虫，炼化为本命蛊，比家族中的月光蛊要好多了。眨眼间已经到了4月，